有时候出去第一个任务先把手机带来，里边呢有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太多了，有时候他就打都不许就打开，他就要你看着。又说哎呀，我那里中了500块钱，你把它选了，他又来了；你选了，他又来了。他有时你打给我的时候，或者接电话的时候，他都出来的公个广告，他有你拦截不了他。我发不到微信，我只会打电话接电话。我用这种就好了。就是我们那个水卷和上面有一个高音哨，然后边吹哨边忽悠喊。有一个喂，喂，爸，最近身体还好吧？还好。啊，身体还好就行了。你们现在还忙吗？挺忙的，事特别多。忙就好，我忙完了有时间回来看你啊。没事，好好干啊，好吧，有空就回来看看，没有空就算了。这可能是一位老人普普通通的日常。因为年龄，他的听力退化了，眼睛老花了，听到的声音也不那么清晰了，有些闷闷的。看近处的文字也是比较模糊的，拿太远又因为字太小看不见，手也没有那么听使唤了。一个简单的点按操作，因为手抖经常按不到位置，或者因为分不清短按长按，想要打开应用却变成了呼出快捷操作。身体机能的衰减让各种我们习以为常的操作变得困难起来。手机似乎在现在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很多问题，但它有的时候却成为了老人一切问题的起源。这些对于我们来说稀松平常的操作，像是一道鸿沟，将他们被迫和世界脱节的数字鸿沟。而站在鸿沟之前的老人并不在少数。2021年发布的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里，全国9.89亿网民之中，60岁以上的老人只占到了11.2%，大概1.1亿人左右。而这个年龄段的人口，全国却有2.6亿人左右。这也就是说，可能还有1.5亿老人都没怎么接触到互联网。你要知道，这比全日本的总人口还要多。他们就在我们的身边，却和我们相隔甚远。这道鸿沟终究是要填上的。随着国家对适老化的推动，大家应该也看到过一些同类型的视频或者图文内容，有的聚焦在 APP 上，有的聚焦在手机本身。这次小白视频前后准备了2个多月，我们采访了邻居、朋友、同学的爷爷奶奶们，从59岁到82岁，使用着各个品牌的手机。我们也经历了几次大版本的系统更新，推翻了各种内容。老人们对手机的需求到底是怎么样的？当下主流品牌手机适老化现状怎么样？我们这一期好好来聊聊。首先就是如何制定测试，国家给了我们一份参考答案啊。4月，工信部发布了《移动互联网应用适老化通用设计规范》。6月，又由电信终端产业协会发布了《移动终端适老化技术要求》和《移动终端适老化测试方法》3份文件，将适老化的内容从屏幕显示、音频控制、触控交互等等细分了6个不同的大项和若干个子项目，同时也对浮窗、广告和操作逻辑等方面进行了细致的要求。最终，我们通过实际采访调查，汇总成了10几个热点且基础项的问题，花了大量时间统一实测了目前市场主流的8个品牌机型以及12款第三方的 App。如果你不想看过程，可以直接跳到这2个时间查看总结。第一项测试，买到新手机之后初次上手，除了小米非常直接的设置了放大字体选项之外，三星、中兴、OPPO、华为都可以在辅助设置内调整字体，而其他品牌要么隐藏得太深，比如 iPhone 选择语言和地区之后，才可以在右上角进入辅助功能设置字体，要么就根本没有放大的选项啊，比如 vivo 和魅族。而三星则需要插卡才可以激活，增加了复杂程度。不过要说复杂程度啊， iPhone 首次设置是最为复杂的，不仅在网络环节无法跳过， Apple ID 的设置跳过也需要至少3步。但 iPhone 是唯一一个在首次设置阶段可以设置界面放大，也就是类似老人模式的手机，其他机型都不支持首次设置时开启老人模式。主观体验结果，华为、小米、中兴基本都差不多，其他表现不够出色。第二个，也是很多人给老人买手机的时候最关注的
的一个软件方便老人模式，也叫做简易模式或者关怀模式。直接说结果，我们体验下来做的最好的感觉应该是 vivo。在开启简易桌面之后，硕大的图标，简单的色块，土是土了点啊，但是极大的方便了老年人理解和操作。负一屏就是快捷拨号，方便快速打电话。除了常见的计算器、相册等等应用之外，其他都给你收藏在了全部应用内。需要应用可以通过添加桌面快捷方式来打开，虽然稍显麻烦，但也减少了老人容易误操作的概率。不过啊，灵性的不过，这个模式需要在应用商店内搜索简易桌面后安装使用，在 vivo 的介绍帮助内都没有提及这个应用。这么好用，何不集成到系统内呢？当大家看到这期视频的时候，我们已经把情况和实测建议反馈给了 vivo。其他家各有细节方面的优化啊，但似乎都是做了又没有做完啊。比如华为和魅族的设置界面做了简化，通俗易懂啊，但魅族的快捷按钮并没有进行放大处理。OPPO 总体体验下来感觉相对最差，虽然是简易模式，但是图标并没有放大很多啊，遇到较长的名字还会显示不全，通知自己放大了，但是快捷按钮又没有放大。主观体验结果，除了 OV 两个极端，其他家的表现差距不大。第三个，远程求助，这也是老年人经常需要用到的功能，但是可能要有什么新规上线啊，或者说安全方面的考量。目前小米、华为、OPPO 的远程基本都下线了。小米目前的风筝守护呢，可以起到监控应用和手机的作用。目前只有魅族的远程功能尚可使用，连接之后帮助长辈解决问题快捷了不少。无论是什么原因吧，日后上线也好，我们还是非常希望各大厂商能够做好这一功能。毕竟在遇到问题的时候，直接远程控制总比电话指导来的要更加直接。第四个，骚扰拦截。这一点啊，苹果的本土化做的就比较差了。你打开相册都有可能会接到广告啊，共享相册这个渗透点就非常的烦人。垃圾短信的拦截性也比较低，而其他家感觉都还行。不过华为并没有默认打开这一功能，需要再次手动开启。如果你家里的老人在用华为，可以帮他们手动打开。第五个，应用安装。如果单独给老人设置好 ID 啊，苹果毋庸置疑是最好的。华为的纯净模式可以限制只能通过应用市场下载，也可以有效防止老人误触安装一些垃圾应用。小米开启了风筝守护之后，安装任何应用都需要控制端通过之后才可以使用。虽然确实麻烦了一些啊，但也有效防止了误触安装。应用市场的表现，安卓和鸿蒙全部一塌糊涂，在诱导安装广告方面都没有任何缩减。首次开启也有热门应用推荐下载等等等等，主观体验结果，苹果良好，华为和小米一般，其他家表现不佳。其他的测试项目还有非常多啊，我们放截图你都看不清，在这儿就不再赘述了。你可以在小贝视频公众号回复适老化3个字，下载详细的测试文档。如果给没有使用过智能手机的老年人们初次体验，华为和小米的综合表现要更好一些啊。如果预算够的话 ，iPhone 很少的广告也可以让后期的维护成本要更低。vivo 有着非常不错的简易桌面，而对于已经使用过智能手机的老人而言，延续它正在使用的品牌会是更好的选择，因为相同的操作逻辑是降低操作学习成本最直接的办法。当然，手机本身是一方面啊，老年人们使用手机的时候，最大的成本可能还是第三方的 App。在主流第三方 App 的测试里，关怀模式做的最好的是12306，真正做到了无广告啊，简单易用，首页进行了简化，订票流程简单，并且支持电话订票。常用的微信关怀模式有更大的字体，对比度更高的颜色，都让使用更加方便，也不用担心手抖点错按钮。微信还制作了视频教程，方便老人学习如何使用。不过，即便在关怀模式下啊，这个微信也不会自动提示这个视频啊，需要手动搜索才可以看到。朋友圈和公众号底部的广告也依然存在。某音的关怀模式因为它软件本身功能就相对简单一些，就单纯做了一个放大，排版界面相对凌乱一些。好在各种功能都可以正常使用。淘宝、支付宝的关怀模式也都只是简单的放大版啊，界面并没有多少改变。我们还专门体验了一些所谓的 App 大字版，比如说百度和 UC 的大字版。这个 UC 大字版你搞不清楚的话，感觉是下了一个短视频应用啊。还有说着是大字版，但是打开这个字体感觉比正常情况下还小。不过不管怎么样吧，这些大字版都有一个统一的特点，那就是显眼的位置上什么现金红包啊、点击赚钱啊，这些都不能少。还有更过分的，就是通过各种引导下载的什么某联 WiFi 啊、某部宝啊、走路赚钱的 APP 啊，在我们本次采访的老人手机中是比较常见的。开屏广告摇一下就会自动进入其他应用，并且开屏广告还是2连发，想看到首页那还有4、5个广告等着你呢。某部宝是1个操作3个广告，还给你增加了锁屏广告、弹窗广告甚至它还通过设置透明桌面壁纸来常驻后台，导致老人的手机发热、卡顿、续航变差。采访结束，我们都帮老人们清理掉了，你也不妨检查一下自己家里老人的手机。第三方 App 的全部测
测试结果，大家可以查看这张表格，你也可以在小白测评的公众号回复适老化进行查看下载。国家的适老化政策正在一步步前进。2018年的时候，中国互联网协会就推出了《互联网网站适老化通用设计规范》，而随后一步步扩展，最终在2020年12月确定了《互联网应用适老化以及无障碍改造专项行动方案》。而上面我们参考的国家标准和规范就是这个专项行动方案下的产物。视频到这里，按照传统内容来说，基本已经差不多了。但这次我们真的思考了太多。虽然我自己也有爷爷奶奶这个一些长辈，我甚至是这个行业的从业者，但我必须承认，我对他们的关注和关心并不够。尤其是在我们进行这次专题采访的时候，我才真正切身的意识到，原来这个小小的手机就能给他们带来各种各样的烦恼。我们这次项目进行中拜访的第2位老人是75岁的康奶奶，独居无子领养过一个女儿，但是嫁到了远方。康奶奶的耳朵不怎么好，老伴去世之后，依靠社区送饭送菜照顾她。我们去的时候，这电视里正在播放包青天，这声音很大，甚至可以说很吵。我们问康奶奶用手机平时都做什么康奶奶说，我就打电话接电话，还会免提，但是不会用支付宝、微信。而打电话接电话也是疫情那段时间她自己琢磨会的。奶奶说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仿佛还感受到了她的一丝骄傲。我们又问康奶奶还会别的吗？她表示不懂手机但是她挺愿意学的。如果她学会了视频电话，就可以远程视频看看她的女儿了。但她给我们演示的时候，她打的是社区的电话，而她正在使用的还是一台老伴留下的7年前的三星，电池续航已经非常差了。康奶奶跟我们抱怨，不知道这个手机怎么换电池，觉得很奇怪手机的声音也不够大。其实她的要求真的很简单，如果是这2年的智能机，其实都不要微信，直接打视频电话就可以了。只是这台三星确实太老了。康奶奶很和蔼，我们走的时候她身体不好，但依然还是要坚持送到门口。随后我们采访的一位老人稍年轻一些，65岁，使用的是一台荣耀10，他只认识一些基础文字因为不太识字所以主要就是电话、微信和抖音。但他给我们展示手机的时候，里面的广告铺天盖地。他告诉我们，他也不知道这些广告是怎么来的锁屏式广告、桌面式广告，哪都是。老人说很烦，但是怎么都弄不干净。最后我们发现，造成这种情况的 app 它隐藏了在桌面的图标，我们翻了半天，在系统应用管理里才挖出了它，给删掉了。我们告诉他，以后不知道的东西不要随便点下载，如果碰到问题及时问他的孩子们如果不行还可以联系一下我们。但我们没教他怎么在应用管理里边删除担心他会误操作。他也会问自己的孩子们，但是他说他们都太忙了，不想打扰他们。我们采访的第6位老人59岁，相对来说是这里面最年轻的，也确实是最会玩手机的一位他用的是一台 iPhone 8说指纹很好用也会用淘宝买东西，会用支付宝云闪付，甚至还会用花呗，知道下个月要及时还钱，知道怎么下载 app， 但是他记不住 ID 的密码了后来也就下不了了。即便这位老人是相对最年轻的，但他对移动互联网的熟练程度也确实让我们稍显惊讶而这些在我们详细了解之后，发现都是他的女儿耐心教他的，一点点教会他怎么使用，他自己主要也非常乐意学。这期视频从立项、调研、采访、测试到修改、制作等等等等吧，最终完成你看到成片，8月到11月中旬。我们想过从适老化的国标出发，也想过通过测评提出适老化的优化建议，甚至去了解一下老年人们的心理，抵触是否是因为适老化 APP 给他们带去了隔离感，让他们觉得自己和年轻人使用着不一样的东西，从而产生孤立感。但在整个过程之中，我们频繁地接触老人，和他们沟通聊天。上一次和老人这样高频次的接触，可能都要回到我们小时候和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生活在一起的时光了。我们发现接触的这些老人，不管年龄的大小，第一都很有学习的欲望，这是让我们比较意外的。他们自身其实都很乐意融入移动互联网时代，因为他们或多或少的都享受过这些东西给他们带来的便利，只不过他们身边没有什么人愿意去耐心引导他们。第二，也是最重要的，怕麻烦别人，不想麻烦儿女，不想麻烦亲戚朋友，不想给别人制造负担，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年纪大了，身体机能下降了，学习能力也不够强了，一个简单的操作可能都需要你教4、5遍，这可能还会给自己带来挫败感。正因如此，再高的学习热情也被慢慢浇灭了。或许就是这个怕麻烦，挖出了阻挡在老年人面前的那道数字鸿沟。我们的长辈们经历了国内科技发展跨度最大的年代，电脑从无到有，从台式机到笔记本，手机从无到有，从功能机到智能机。他们的人生经历里丰富到可能有下岗，可能有饥荒，甚至可能有战争。但不巧，他们在移动互联网刚刚崛起的时代要老去了。这个时候，他们就像是个孩子，和我们的小的时候是一模一样的。第一次用筷子，第一次骑单车，
1遍、2遍、10遍，他们总是不厌其烦地教我们。我们想要放弃，但是他们也会一直在鼓励我们。而现在轮到我们去鼓励他们了，鼓励他们学会使用手机，鼓励他们用好手机，踏入这个数字时代，让他们一样可以享受数字时代带来的便捷生活。因为这个便利的生活、便捷的时代，正是他们这一代人奋斗的结果。手机 app 的适老化肯定要继续推进的，因为这是基础设施，而我们老人的儿子、女儿、孙子、孙女才是引导他们进入数字时代真正的建设者。现在的他们就是明天的我们。OK， 如果觉得本期视频对你产生了一点点帮助，可否帮我们转发、点赞，就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了。康奶奶那个手机确实年头太长了，不太行，然后我们今天给她拿了一个。我们有空再来看你。这个康奶奶其实是我们工作室一位小伙伴，这个没搬家之前的一个邻居，通过这次项目，然后就联系到了他。刚才情况是奶奶出去了，我们在这儿等了1个多小时，她的电话也打不通，应该就是她的手机真的是出了点问题，这完全是真实情况啊。通过这个社区的一些工作人员帮我们找到了她。刚才呢，其实我们想让奶奶这个换上新手机了嘛，更加方便了，这个联系一下自己的女儿，或者说打了一个视频电话，但可能奶奶也不是特别想打扰自己的女儿吧，然后或者一些什么其他的原因，反正没能成行。我觉得大家还是多多珍惜与自己爷爷奶奶在一起的这个时光吧。